現在這個社會啊，其實朋友越少，你的福報越好。因為現在的磁场能量非常的混亂，人心呢是背離的，所以朋友之间也不一定在背后就盼着你好。以前的人呢，非常的淳朴，非常的善良，所以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多条朋友多条路。但现在你的朋友多了，可能你的業障也就多了。願你明白這個道理，福生無量。這段話說出來，有人可能覺得太極端了，朋友多了還不好，人脈廣了還不好，社交多了還不好。長輩不是從小就教我們多個朋友多條路嗎？但現在時代變了，人心也變了。以前的朋友是真朋友，現在的朋友不一定了。以前多條路是真的路，現在多條路可能是坑，是債，是劫。歡迎來到盧叔講經典，一句經典道盡人生，讀懂變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有沒有發現微信裡幾百個人，真有事的時候卻一個也找不到？你是不是也發現飯局上稱兄道弟的人，當你落難時全不見了？其實朋友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越精越好。如果你也有過類似的经歷，也可以把你的感受留在評論區。也許很多人都曾在人情冷暖裡看清過一些關係。佛經有云，末法時代，眾生剛強難化。我們這個時代磁場亂，人心亂，慾望重，算計多。以前的人講情義，現在的人講利益。以前的人交朋友交心，現在的人交朋友交資源。以前的朋友你好了他替你高興，現在的朋友你好了他心裡不舒服。以前的朋友在你落難了他会伸手拉你，現在的朋友你落难了他躲得遠遠的。不是人变壞了，是環境變了，磁場變了，人心背離了。你知道嗎？我們小時候接受的教育放在今天已經不太適用了。那時候人心淳樸，鄰里之間互相照應，朋友之間真心相待。你幫我一回，我記你一輩子。你借我5塊錢，我還你10塊錢的情。那時候交朋友，是你的人品吸引來的人品，是你的真心換來的真心。現在呢，你加個微信就是朋友了，喝頓酒就是兄弟了，吃頓飯就是自己人了。你把這些人當成朋友，你不知道的是，他們可能轉頭就在背後說你壞話，可能看你發財了眼紅，可能逮着機會就要坑你一把。你身邊圍着的人越多，你的能量消耗就越大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磁場，每個人的磁场裡都帶着他的業力，他的慾望，他的算計。你跟100個人交往，你就要被100種磁場干擾。這中間有多少是善意的，有多少是惡意的，有多少是嫉妒的，有多少是利用的。你接觸的人越多，要處理的情緒和關係也就越多。時間久了，你會發現真正讓人疲憊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複雜的人際關係。我們來分析一下，為什麼朋友越少福報越好。第一，朋友少了，你的能量就集中了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人，身邊的朋友往往都不多？不是他們不會交朋友，而是他們知道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，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應付那些無效社交。你天天忙着刷朋友圈、回消息、參加飯局，看起來很熱鬧，可真正留給自己的時間卻越來越少。一天幾個小時好像沒什麼，可1個月、1年累積下來，你會發現很多時間其實都消耗在了無意義的人和事上。如果把這些時間拿來讀書，你的認知早就不一樣了；如果拿來鍛鍊，你的身體狀態早就改變了；如果拿來陪家人，你的家可能也會比現在更溫暖。你把時間花在無效社交上，你把精力耗在不值得的人身上，你以為你在積累人脈，其實你在透支你的福報。人脈不是你認識多少人，是多少人願意在你需要的時候幫你。你認識1萬個人，需要的時候1個都找不到，那這1萬個人又有什麼意義呢？第二，朋友少了，你的是非就少了。朋友一多，關係複雜了，是非往往也就跟着來了。有些話你只是隨口一說，轉了一圈，味道就變了。你今天跟誰走得近了，明天就有人說你巴結誰；你今天跟誰疏遠了，
明天就有人說你清高，你的精力全花在這些破事上，你開始在意別人怎麼看、怎麼傳、怎麼議論，你的心情全被這些爛事影響。你本來可以安安靜靜過日子，結果天天被人拖進是非裡。真正舒服的生活，不一定是熱熱鬧鬧的，而是清清靜靜。朋友不用太多，關係不用太雜，減少一點無效社交，減少一點人情消耗，反而更容易把日子過安穩。你不主動捲進是非裡，很多是非自然也就遠離你了。第三，朋友少了，你的攀比就少了。朋友和社交一多，人很容易不知不覺活進攀比裡。別人換了車，你開始焦慮自己是不是落後了；別人買了房、升了職、孩子成績好了，你心裡也開始不平衡。你天天活在比較裡，天天活在焦慮裡，自己的情緒總在被別人的生活影響。可問題是，你看到的往往只是別人願意展示出來的一面。朋友圈裡的風光不一定是真實的全部。有的人表面光鮮，背後可能壓力很大；有的人看起來過得很好，其實也有自己的难處。如果總拿自己的真實生活去比較別人精心展示的一部分，人当然会越來越焦慮。減少一點比較，心才能安靜；減少一點盯着別人，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日子過好。你有你的節奏，別人有別人的人生。不盲目比較，人反而更輕鬆、更自在。第四，朋友少了，你的秘密就少了。朋友一多，很多事情也就变複雜了。有些你以為只是私下說的話，轉個身，可能就成了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資。你把你的軟肋告訴他，他當成籌碼捏在手裡；你把你的計劃告訴他，他當成信息賣給別人。有些你真心托付的人，未必真的有你想象中那麼可靠。不是所有人都會害你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毫無保留。朋友少了，你就不需要跟那麼多人交代了。有些計劃沒做成之前，自己知道就夠了。把你的秘密爛在你自己的肚子裡，誰也偷不走，誰也拿不去。經書裡有句話，獨處則安，寡交則靜。很多時候，一個人真正的清靜，不是身邊沒人，而是沒有太多無謂的人情消耗。這不是讓你做孤家寡人，是讓你不要把精力花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朋友不需要太多，3、5知己足矣。太多的人擠進你的生命裡，人際關係一旦太雜，心也容易跟着亂。有人可能會說，你這麼講，是不是讓人別交朋友了？不是的，不是不交朋友，而是別把熱鬧當成了真心。有的人陪你吃喝玩樂很積極，可真到你低谷的時候，卻一個個消失不見。而有的人平時聯繫不算多，關鍵時候卻願意拉你一把，聽你一句，陪你一程。100個酒肉朋友，不如一個雪中送炭的朋友。你要學會分辨，什麼樣的人值得深交，什麼樣的人點頭之交就好。那些只在酒桌上跟你稱兄道弟的人，看看就好。那些只有需要你幫忙時才想起你的人，也別太當真。那個只在你有錢有勢的時候圍着你轉的人，點頭就好。還有那些總在你面前議論別人、搬弄是非的人，你也要留一點距離。真正值得深交的人，往往沒有那麼熱鬧。是在你低谷的時候，他還願意陪着你。是你不用刻意偽裝，他也能懂你的難處。是你不需要說，他就能懂你的人。是你遇到事情時第一個站出來的人。這樣的人，你一輩子能遇到2、3個，已經是天大的福報了。不要貪多，貪多嚼不爛；不要貪多，貪多全是坑。現在這個社會的磁場太亂了，人與人之間好像越来越難真正交心了。你永遠不知道那個對你笑的人心裡在想什麼，你永遠不知道那個喊你兄弟的人背地裡在盤算什麼，你永遠不知道那個請你吃飯的人是不是在給你設局。人心隔肚皮，你防不勝防。所以你最好的保護就是把朋友圈縮小。不熟的人不交，不放心的人不進，不透底的人不深。你把圈子缩到最小，
把能量集中到最核心的地方。你不需要那麼多朋友，你需要的是幾個真正靠得住的人。你不需要那麼多人脈，你需要的是幾個真正願意幫你的人。以前的人淳樸善良，多條朋友多條路是對的。現在的人心背離，多條朋友可能多條債。你以為你多了一個朋友，你可能多了一個冤家。你以為你多了一條路，你可能多了一個坑。你以為你多了一份人脈，你可能多了一份業障。你看不清，分不明，你只知道朋友多了熱鬧，但你不知道熱鬧背後藏着什麼。所以從今天開始，清理你的朋友圈，把你微信裡的人翻一遍，把那些你連名字都想不起來的人，那些3年沒說過話的人，那些朋友圈全是廣告的人，那些只會點讚從不聯繫的人都刪了。還有那些你看到他的名字心裡就不舒服的人，那些曾經傷害過你利用過你的人，把他們都刪了。你不需要那麼多聯繫人，你不需要知道那麼多人的動態，你不需要跟那麼多人保持聯繫。你的通讯錄不是你的荣譽榜，你的朋友數量不代表你的價值。真正重要的關係從來都不在數量，而在質量。當你開始做整理，你會發現世界並沒有變小，反而變安靜了。你的注意力更清晰了，情緒更穩定了，生活也更輕鬆了。把精力留給真正重要的人，把时间留給真正重要的事，這才是對自己最好的交代。最後送你幾句金句，你把它記在心裡。朋友少了，福報就多了；圈子小了，日子就清靜了；社交淡了，能量就足了。不攀不比，不爭不搶，不把精力花在無效社交上，不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人情裡。3、5知己足矣。佛經有云：知足之人，雖臥地上，猶為安樂；不知足者，雖處天堂，亦不稱意。很多時候，人的幸福感不在於擁有多少，而在於是否安心。朋友不在多，而在真。有幾個可以放心說話、彼此信任的人，其實已經很難得。數量帶來的只是熱鬧，質量帶來的才是踏實。表面的連接不等於真正的關係，能讓人安心的才是重要的。人生走到最後啊，比起認識多少人，更重要的是誰還在身邊。如果你願意，也可以把你的想法留在評論區。你微信裡現在大概有多少人？有沒有一些人其實早就很少聯繫了，但一直還留在列表裡？或者你有沒有過那種經歷，因為關係太複雜，聯繫人太多，反而被消耗、被分心，甚至吃過一些虧？有時候整理通讯錄，不只是在刪人，更像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節奏。在評論區寫下福生無量4個字。從今天起，精簡朋友圈，守住自己的福報。如果這一集對你有所提醒，歡迎訂閱盧叔講經典，並開啟小鈴鐺，讓經典的話在你需要的時候再次出現。用經典照見人心，用時間驗證智慧。我們下節課再見。